百年大变局，关键在科技的。习近平接见马云，机器人公司王兴兴、DeepSeek 老板梁文峰等一届科技大佬。如果这些中国大陆继续保持领先，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跟国家安全就有保障。所以中国大陆的进步已经超乎我们想象的，更不要讲 DeepSeek 震撼全球，川普都立刻出马。今天台湾有这个环境嘛？90后王兴兴代表机器人，梁文峰代表 AI， 跟任正非平起平坐。另外，马云、比亚迪的老板王传福都没有家世背景，个个是人中之龙啊！这些人在创业的时候，整个的生态环境是有利他们去创业。最出彩的都是中国本土培育。中国已经成为科技强国协会 ，C 位华为任正非，2号比亚迪王传福，4号维尔股份于仁荣，5号宇树科技，6号小米进行发言，智能、数位科技、机器人、电动的领域，所以马云属于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习近平接见马云等一届科技大佬，包括现在最夯的 DeepSeek 老板梁文峰、机器人公司王兴兴，后面是2025中国制造正式完成，还是为中美俄三角博弈做准备，还有马云都要放出来了。我觉得这很清楚了，将来的百年大变局啊，中美的博弈基本上关键在科技的谁领先了。光一个 DeepSeek 就把美国的高科技界震得东倒西歪，川普都立刻出马，你就知道科技对两国之间未来来讲有多大的影响了。所以这边王兴兴代表的机器人，然后梁文峰代表 AI， 这两个都是未来的最重要趋势，他们两个都坐在第一排，跟任正非都平起平坐。这个里面我觉得含义非常的大，他希望科技的创新竞争力能够尽快往前跑。对这两个90后的人来讲，那是极大的鼓励啊。王兴兴才35岁，那他的机器人现在已经可以上市买了，不过现在你可能订货很晚才能交货，因为订的太多了。我也想买一个40万台币一个，将来我什么都不要带了，我就是说，机器人你帮我干嘛干嘛，他就给你干活了。所以中国大陆的进步已经超乎我们想象的，更不要讲 DeepSeek 震撼全球的。如果这些东西中国大陆继续保持领先的话，那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跟国家安全就有保障。另外，比亚迪的老板王传福他说，我们现在在电池跟电动车的平均领先竞争对手3到4年，所以这个都是保证的。就是说，中国大陆必须要有底气跟美国进行各方面的较量，那不能靠嘴啊，靠这些有创造力、能够创造出社会财富、领科技往前冲的民营企业。所以我觉得这是意义非凡。另外，马云出山，就变成中国大陆要再借助庞大的民间的天才型人物来一起保卫发展这个国家。那你说王传福这种是不是天才型？绝对天才型啊！这个个是人中之龙啊，都没有家世背景，很贫困的家庭出来，哪个不是靠自己的力量啊？我觉得看到最出彩的问题是，这些人都是中国本土的人才，本土培育，也没有流过血啊。对，梁文峰做大的，任正非也没有啊。所以我觉得你必须要考量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么多企业家出来？那你要考虑他的大环境可以让这些人出头啊。对，他们有太多的既得利益在挡道，这些人在创业的时候，那个整个的生态环境是有利他们这样创业的。你只要能够往前冲，就得到现在的成果，不容易的啊。那回过头来，我们今天台湾有这个环境吗？民营企业大显身手，正当其手。习近平接见所谓广大民营企业，还有民营企业家，提到党和国家对经营经济发展的基本方针不变，已经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将一贯坚持落实，不会变也不改变。听起来是废话，对不对？但是他见了谁就有点意思了啊。小米、DeepSeek、腾讯、阿里巴巴双马回来了，尤其是马云、华为、比亚迪、宇树科技、王兴，这个就是机器人跳舞的。上海维尔半导体，这个是脑机接口，然后宁德时代，有些台湾人还不太熟悉哦。那发言代表任正非、王传福当然是两个相当有影响力的。那我觉得王兴兴是这一次最年轻、最新鲜的代表。那小米有很大条年轻的米粉社群，类似中国贾博士的概念。可以看到，这个是现场开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会议，马云据说就坐在第一排，是很多人很惊讶。马云今年正式又回到了第一排啊，代表他的分量。之前马云的很多负面的攻击跟宣传，那现在可能又慢慢要烟消云散。这里面当然有很多的事情，比如说任正非作为华为中国非常自立自强的企业家，就讲到现在中国曾经缺芯少魂的忧虑已经减弱了，中国的智慧驾驶半导体已经取得显著发展，但仍需要警惕表面的繁荣掩盖内功不足。那宇树科技是这一次最受关注，因为它的执行长王兴兴是1990年出生啊，非常年轻。现在号称杭州6职里面呢，有3家都是浙江理工大学毕业，你就可以知道现在在整个长三角这个地方的科技的发展是非常快的。他在发言中动情说，我们的企业
业和我们自己都是在中国土生土长的啊。作为回忆习近平说，你是这里面最年轻，国家创新需要年轻一代贡献力量。其实我蛮佩服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么年轻的人他一样上桌，而且他可以充分的表达自己的意见。那能不能充分？大家可以想一下。另外，比亚迪去年又创了销售的记录，杀进世界第3名单一车企的状况，缴出非常亮丽的成绩单曾经在12月的时候单月卖破50万辆的记录啊。那新希望控股有限公司刘永好谈到企业创立43年后的今天传统产业依然焕发新生命的缘由上海维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于仁龙他说供应链布局上国产化率持续攀升和下游发展强劲带动动力我跟大家补充一个半导体，中芯已经冲到世界第2产值的半导体公司了，仅次于台积电。当然，它主要是成熟制程，那先进制程台积电是太强了。小米雷军就说公司营收连续2年负成长之后，2024年恢复了超30%的高速成长。这个当然主要是小米投入了电动车的制造。最后，雷军也提到，未满我们要坚定，纵使国际风云变化，只要以习近平为核心。另外也讲到习近平有地放矢，说党和国家各种经济制度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市场，受法律保护。也就是说，要落实法治面的部分。然后政府跟民营企业家怎么交朋友的事呢？强调亲亲政商关系，亲和亲本质上是干事和干净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简单来讲，企业跟政府是合作，但是不能政商关系握在一起。汉庭你怎么看这一次会议还是有几个点，比如说呢，我们要去跟2018年同样也是有民企会，大家都形容说这是相隔6年再一次的召开，有什么差别？首先要看规格，最高领导人习大大亲自出来，这当然是最高规格。而且相较2018年政治局常委，这次有4位出席，上一次只有2位出席，所以是释放出了更多制度性的支持。第二个关键在这个时间点，因为在之后的15天就要召开全国两会，那就要有更多的立法，而现阶段正在讨论民营经营促进法的相关办法，所以这一次的召见，然后政策的利好，会直接的反映到接下来政策文件上出台更多的有利政策。其实这几年陆陆续续都有在做推出，但是总会有人怀疑中国大陆你对于民间企业的支持到底给不给力，有没有决心，有没有办法？那透过这样的一个座谈会，就是明白的告诉大家，中央我们决定是要继续支持民间企业，继续要让民间企业有活路的。而如果我们从人选上面来看的话，其实也就非常的关键了，因为谁能够受到邀请，然后谁站在 C 位都是有不同的意义的。所以如果我们稍微看一下座次的变化，1号坐在 C 位的华为任正非，2号是比亚迪王传福，3号是新希望刘永好。那新希望它其实是做食品，4号维尔股份于仁荣他是做半导体，再来5号宇树科技，6号小米。那这6位也都进行了发言，所以这就表示了未来中国大陆最关键重要发展的领域就是这些智能数位科技，然后机器人电动的这些领域。那 C 位让给任正非，这个没有任何的问题。这也表示了任正非跟王传福还有于仁荣，他其实就等于未来智能终端、新汽车跟半导体这3个全方位的中国大陆要去做出突破。那相较于2018年出席的人呢，其实就非常不一样。在2018年的时候，过去还有传统制造业，比如说中软集团、万象集团和一般的网络技术，但现在大幅降低，所以就表示中国的经济就是已经在往科技突围上面转。就让我想到不久之前，《经济学人》也是直接封面标题说，中国已经成为科技强国了。他不是说中国将成为科技强国，是说中国已经成为科技强国。 BBC 2025中国制造，对，最反中的英国媒体也都这样讲。再来是它的安全属性，就是它的农业领域受邀的有新希望、飞鹤乳业、牧原食品、登海种业，跟食品、猪肉、种子、饲料都有关。就食品供应的安全还是要掌握在自己手上，总不能说我们食品全部都是依赖外国进口，那万一外国给我们卡脖子呢？外国不卖了呢？那我们的全国人饿死吗？所以我们的粮食是非常重要的。对，那再来还有网络安全，所以像齐安信董事长也在这里面，所以科技自主可靠、粮食安全以及网络上的安全，都表示着中国对未来这些领域它的一个决心。所以买股票肯定是要买这些的股票啊，果然这1个月港股的这些通通都上涨。再来政策的信号，强调制度性的保障，甚至更强调数据的试点扩容，那民间企业也可以参与重大的国家科技的基础设施，比如说天眼啊，也强调军民融合，甚至呢场景要多为驱动等等。
等。再来区域经济的格局重构，就是说它所带来的新经济地理版图，杭州、深圳、北京这些都是重要的城市，甚至也会展开地方的一些加速的竞赛。最后一个看点，代际革命跟企业家精神，就说年龄结构啦，多了一些年轻人嘛，90后首次进入核心圈层，其实讲的就那2个人，对吧？王星星跟梁文峰。我昨天啊才被丽文姐亏，哎，人家跟你同岁，人家已经可以面见皇上，有一番了不起的事业，我还只能够在这里继续为大家打拼。在古代这就是面见圣上啊，你小小平民能面见圣上多不容易。所以啦，最关键未来的投资产业风口的预判的就是 AI 制造、新能源、农业科技，甚至一些资产配置的信号。那我看到一个比较犀利的评论，确实是很结合。马云虽然还在，但属于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确实啊，就阿里巴巴在这些新的科技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跟得上。你有发现阿里巴巴跟腾讯这次双马也没讲话，以前是双马时代，对。然后百度这次甚至没有被邀请，因为以前中国的科技业最强的是 BAT。其实我觉得这很好玩的东西，就是说世代的交替在对岸，虽然我们常常亏说习近平越来越老啊，他都没有世代交替，可是你仔细去看，他们是有在做世代交替的，对啊，而且是很明确的。比如说以前7上8下嘛，就是67、68的隐形的界限嘛，至少人家有在做。台湾人当然是带着很强的意识形态在诋毁习近平，没有错，但你必须去观察中国整个快速崛起跟整个基建国家发展起来，就习近平执政这些时间，因为他的政治是最稳定的。胡锦涛时代上有团派跟上海帮之间的引来的权力问题，比如说胡锦涛第一任根本连军委主席都没有嘛，所以大家了解到政治的稳定而强有力的铁腕领导，通常是提供一个稳定的经济建设的环境。这个东西台湾不就实践过？奇怪，台湾人是忘了吗？蒋经国时代特务是横行的，江南在美国都会被他杀掉，到处抓人，白色恐怖、海外黑名单，确实这些东西，以我们今天民主自由角度，你看会很堵然，但是我们也不要太幼稚。如果你是意识形态，那你就下个泽伦斯基啊，你就是下个酷酷的欧洲啊。所以讲了老半天意识形态没办法解决实际的问题啊。现在就是你不实际讨论问题，你就会被帝国主义的拳头打得迷迷茫茫。那中国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很确实的针对自身科技产业含金量不够、自身的产业链问题、自身经济的脆弱的地方，进行强而有力的一个补强，战略上重新的整理，包括内循环、外循环、贸易伙伴的移转嘛。本来美国是最大贸易伙伴，现在把它转到了东南亚、阿西亚、非洲。欧洲那边因为抬得不妥，也把欧洲那边也削弱了一部分，这是他在做战略布局的部分。科技业的部分，就像刚才汉庭帮我们整理的，越来越年轻，他在做世代的替换。那你看台湾多久没有这一种超年轻企业家出现，而且是一个非常强而有力？杭州宇树科技、王星星他们做的也很不错，但他们最大问题是他们太贵，他是用很廉价的方式去把这些东西可以实体化出来，所以他现在在相关的领域里面市占率很高。所以这里面大家去了解到底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个事情的时候，那台湾最大的问题，其实我一直认为就是在经济起飞的窗口之后，我们的心血没有办法上来。然后领导台湾的人就是这种思维，他怎么进步？所以这也是我自己也给自己一个很大的启发。我最近突然就想到一件事情，我就想，我快40了，快不能用新创条例了。我去查一下新创条例，后来发现查老半天，好像没有什么可以用，因为好复杂。台北市应该最鼓励新创的啊。搞了半天，其实我们公司完全靠自己死命爬起来。这也是为什么，其实最近像我们公司，虽然我们小小的一个团队，但是我很重视人才的培养跟人才储备这一件事情。可是有人给我们机会吗？就像丽文姐的灵魂拷问嘛，黄汉庭，人家都在面圣了，那你在这里干嘛？所以这就是大家未来在找工作，那你就是往科技上面啊，往 AI 上面发展，你才有办法有工作机会。投资也是这样啊，像这种选文的，对吧？或者什么传统媒体的，或者一般的服务，很容易会被科技取代啊。那中国大陆现在它为什么2018年百度也列席过，但现在没有？就是告诉大家，现在中国更需要的就是这种 AI 的科技，就是需要这种数位的科技，因为网络风口过了嘛，下一步是 AI 跟机器人、电动车嘛。所以前面讲到马云啊，我觉得很感慨，因为我大概2013到2016之间比较频繁去关注像马云啊、马化腾相关的记录或者他们的一些言行。那当时都在谈论，比如说创新者的窘境，就是很多大公司船大难掉头，往往呢新创的公司就很有机会，很多人呢可能就看不到眼前的趋势。所以马云呢就曾经说过，走旧的人他面对一个新的商机或新的时代啊，首先叫做看不懂、不承认，再来来不及跟追不上。其实这几年阿里巴巴也是这样。所以马云也很清楚，船大难掉头。可是阿里巴巴确实也提供了很大的摇篮，因为阿里云服务跟这一些它对智能的支持，它把它转做到幕后去。那很多人说大疆为什么没有去
去，因为相似企业有嘛。我觉得大疆没去有关键啊，也许私底下有邀，可是为什么最后没有公开亮相？因为大疆如果再去，被制裁的更惨。因为大疆现在在全球攻城略地赚的正爽的时候啊，实在不需要来掺和这种带有比较强政治意味的会议，因为这有一点像是中央献策的概念嘛。所以我觉得大疆不去是好的。大疆现在真的是隐形冠军，美国人也都脱离不了大疆。但最怕是让川普又想起大疆，川普刚好看到说，DJI 马上又大家理解嘛，所以我觉得大家没去可以理解。